谁敢在天启城中杀人？倒也算不上仇家。哎，小心啊！那是神仙笔，地上的一个字就是一道气，一会儿气随笔出，他想寻你的窍门。多嘴！起！神仙笔，怎么写都是死的事。因为今日是你死期，神仙也难救。哎，小心啊！哎呀，这下糟了！死守呢？苏沐雨，你干嘛呢？空鲁剑神仙笔，你不要命了？不愧为吴建城曾经的少主，居然会指剑。只是这门剑术伤人伤己，若久不练，一指成剑便废一指。所以我还有9指，便能挥9道剑气，3道剑气杀一人，足矣。是你父亲带我来的。当机立断，二爷，帮我照顾白神医。哎，好。大家还有机会插嘴啊！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先生，涂在你那根受伤的手指上。多谢。白神医。白鹤怀，药王新买草的小师叔。啊，哦，久仰久仰。久仰什么久仰？我在江湖上根本就没有露过面，净说瞎话。所以你方才说的话，我也不信了。哎，不是我，哎，这姑娘，你这弄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白神医看起来好像不太担心宋公主。那是自然。当苏沐雨手中握住剑的那一刻，一切已成定局。还不下来帮忙？哼，来了。
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无须之阵，援兵来了。来的人都是谁啊？暗河大家长，暗河穆家家主，还有……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着急跑什么？看完再说。哎呀，那白神医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啊！苏沐雨，苏家主，没想到最后竟会被我的醉梦蛊制住吧？给我住手！苏昌河，你拦着我做什么？为什么不去救苏沐雨？苏昌河，若想救苏沐雨，便好好听从我们影宗的安排。他中毒了。他中了醉梦蛊，就算他是大罗金仙，也用不了半点武功了。真气温和绵软，就像是进入了一场永不会苏醒的醉梦。是醉梦蛊没错，你们俩做得不错。来人呐，把苏沐雨关入影狱。是。不过，怎么只有你们2个人？地官呢？他死了，毕竟想活捉苏沐雨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可惜了。天官，你怎么一直不说话？兄弟死了，宗主只言一句可惜。可对我而言，却不仅仅是可惜这么简单。我不想说，宗主又何苦问？原来如此，倒是易某有些冒昧了。对了，易宗主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哦，什么消息啊？暗河大家长苏昌河，他入天启城。禀殿下，方才教坊司中出现械斗，双方分别是影宗的3官和苏沐雨。随后暗河大家长苏昌河赶到，但为时已晚，地官被苏沐雨所杀。苏沐雨中了醉梦蛊，已被影宗带走。影宗那帮废物，居然也有得胜的时候。我们与影宗合作，不过是把影宗作为暗河的磨刀石，覆灭影宗，同时为了暗河这柄更锋锐的刀罢了。但是3官武功很强，不逊色于暗河家主，只是他们之前的态度，似乎并不想与暗河发生正面的冲突。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了呢？这隐域之中，怎么空无一人？哼，曾经的影宗是天启城的影子守护者，可当光明最盛，连黑夜都能被照亮的时候，也就不需要什么影子了。如今的琅琊王掌控着守护天启、守护北离的权力。那么影宗这里，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必要收押犯人，甚至有的犯人刚到这里没多久，便被琅琊王给提走了。难怪义卜这么想杀死琅琊王。哼，
中了醉梦蛊还能说话？这醉梦蛊不比一般的毒药。这几个时辰，我已经试图运起真气，突破体内那道枷锁。可是到现在，依旧只能勉强说话罢了。哼，那是自然，这可是我最得意的东西了。三关之中，你最为特别。除了水关之外，你可还有别的身份？我叫苏恨水，我想为自己而活，而不是端坐在神殿上的一座雕像，一柄别人手中的刀。我明白了。什么人？不愧为暗河的大家长，居然能瞬间察觉到我的到来。你是谁？影宗，乌鸦。知道大家长入了皇城，特来一见。苏沐雨呢？他约我在此相候，为什么他人却不在这里？你想见苏沐雨？当然，他是暗河苏家家主，是我苏长河一生最好的朋友。就算我失去这个大家长之位，我也不允许他受到一点点伤害。你们若是敢对他做什么，我一定跟你们拼到底。哼，大家长不必如此紧张。苏沐雨现如今正在影宗宗门做客，一切无恙。只是什么？好可怕的杀气！说话！只是什么？只是从客人变成主人，或者从客人变成犯人，一切都由大家长的诚意决定。我的诚意？想试探我的诚意，是一件很没有诚意的事情，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我们一直所做的，不就是世间最危险的事吗？哈哈，这句话说的倒是不错，我都有点开始欣赏你了。说吧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要大家长取下狼牙王的人头。什么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暗河不是什么人都能杀吗？那我就将这世上最难杀之人放在你面前，你不用这么着急给我答复，想清楚点。在什么？你说你要是一转头，你整个头颅会不会滑下来？掌柜的所言可是当真？杀了杀了，一了百了，死不认账。遵命。你们二位，就是如今暗河掌权的大家长苏昌河和苏家家主苏沐雨。有趣有趣啊！我知道你们，如今的暗河竟然交给两个无名者掌管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这与我们此行来此，并无任何关系。在我黄泉当铺之地，竟敢如此说话，不愧为当年的魁呀！所谓魁，人中之魁。我们是同路人。阁下便是黄泉的主人。哎，这话可不敢乱说呀。我呀，不过就是一个算账的，当不起黄泉主人这4个字。你们要看东西就看东西，可别害我呀。不敢，掌柜的言重了。那便别废话了，你就直接带我们去看一看这暗河的宝藏。
那间院子可很久都没有人进去过了。随我来吧。便是这里，我们黄泉当铺做天下江湖的生意，各家都有宝库存放于此，此处就是你们暗河的宝库。哎，我问一下，若没有这把钥匙，这不一翻就进去了？如果你要直接翻身而入，相信我，即便你是暗河的大家长，你也没有办法活着出来。你们暗河的那个朱朝，你知道朱朝？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当用这把钥匙打开院门的时候，院子中的那些奇门阵法都会同时撤去。来，收好这把钥匙。接下来你就会知道，这钥匙有多么的珍贵。好。这便是暗河的宝库。首先来点粗俗的。这得接多少杀人的单子，才能攒这么多钱？这一屋子的金砖很多吗？你能不能了解一下人间的疾苦啊？我那一屋子的白银，连同那间宅子加起来，都没有这1箱黄金值钱。但这间屋子里有这么多金砖啊！原来如此，暗河将所有的财富都藏于此处了。若以为仅仅只是财富，苏家主，你太小看暗河的先辈们了。跟我来。莫急莫急，屋中无人。无人而有剑气，这剑来自剑心冢。跟我来。剑心冢、明剑山庄，以及已经覆灭的无剑城，这里面的名剑大多出自于这3个地方。你再看那铠甲、长刀、弓弩，也都是由山北鲁家这样的名门所制。你再看那霸王甲，
世间以为只有穆家藏有一具，其实你们暗河有一套一模一样的。这间屋子比方才那屋金砖要值钱。若以金钱的价值来评判，自然比不上那一屋子的金砖。但是这里的兵器，多是有钱也买不到的，其中任何的一样，都值得江湖人抢破脑袋呀！我说王掌柜，你说话这么得意做什么？这些不都是我们的东西吗？哦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咱们再看看后边吧。接下来的可要小心喽。我曾与雷门雷千庭一起参与了对抗叶鼎志的围杀之战，这些名字我都曾听他提起过，都是雷门中最厉害的火药。没想到暗河之中居然藏有雷门的这些事物。除了麒麟火牙之外，雷门之中天字级的火药，这间屋子全都装满了，所以打开这道门要格外的小心。它的四面墙，连同这大门，都是以六合精铁所铸，不然的话，里面的火药同时引爆，整个黄泉当铺都将会被夷为平地。接下来的那道门也得小心，因为一不小心，我们三个就交代在这里了。那间屋子里藏满了各种奇毒。里头还有一条是绵蛇王，同时用了温家、唐门等一众独门世家的剧毒来饲养。如今的这条蛇，浑身上下都是无药可治的剧毒，只需一滴它的血，就算是有30年功力的天境高手，也能轻而易举的被放倒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剩下一道门中，应该还藏有各类暗器。你很聪明。若将这些带回暗河，暗河随时便是一支军队，一支全天下最强的军队，所向披靡，神挡杀神。佛挡杀佛。唉，难怪这柄剑能搅动这么大的风雨。可这里是当铺，不是钱庄。聪明。很多人见到这一屋子的财宝，怕是心底里早就荡开了花，谁还会在意那些个细节？既是当铺，那我们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，才能得到这些东西。我们的代价是什么？没有任何代价，起码对我黄泉当铺来说，今日不需要。我不信。不必不信，这些东西的代价，其实你们早就开始偿还了。你们这些年杀的人、做的事，便是你们能够拥有这些东西的代价。毕竟，你们当中有一半的任务，都是从我们这儿给出去的。不必躲躲藏藏了，三官大人。黄泉当铺之中，我们是不会随便动手的。当年提魂殿见到你们二人，我便说应该把你们都杀了。哼，可我也说过，正是因为他们危险，
才有将他们留下来的意义。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，或许当初杀死他们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等你们许久了，今日见到了暗河的宝藏，又见到了你们，可谓是没有白来。夜魔掌，退！这样的功力，并非一朝一夕就能练出来。你早就偷学了。那你们赶紧下达诛杀我的手书，看看还有谁能听从你们的命令。黄泉当铺之地，也不是让你们打架的地方。放心，我们今日前来，也不是为了打架的。王掌柜，你怕是有些话还没有同他们二人说完吧？这不是正说到一半的时候你们来了吗？大家长，我还未说完的是，你们手中的钥匙只是能打开这间院子罢了，但是要拿走这里的东西，还需要另外一件信物。什么信物？这个。正是这个。钥匙可以打开这间院子，而这个腰牌可以拿走院子中的东西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哦，难怪提魂殿三关始终能够凌驾于三家之上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在想，趁着黄泉当铺来不及反应，就将我们给杀了，然后夺走这块腰牌，亦或是把我们跟王掌柜都杀了。若是有人敢在此动手，我黄泉当铺的火器和机关也不是吃素的。我只需轻轻一下，你们暗河的那些宝藏马上就会灰飞烟灭，付诸东流。诸位，还请你们仔细斟酌。哼！难不成三关已经认可我和苏沐雨来执掌暗河了？你觉得如何？你们忽略了一件事情。什么？我们并不认可提魂殿，也不会再认可三关的存在。新的暗河之中，不会再有你们。唉，看来是我们自作多情了。不过你们是不是把事情想得也太简单了？这是一份要求。哼，莫不成三关中有人要成婚？这是邀请我们去赴宴？你们说想要一个答案，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暗河，那么帖子中的那个人，二位需要见一下。我们要建立什么，和其他人无关。哼，天真！只要天启城中的那位愿意，一个念头，就能将这所有的宝藏全都摧毁。想必你们也很需要这些东西吧？你说的那人是谁？所见之人的先祖，在100年之前创立了暗河。至于剩下的，等你们到天启城之后，自然便会知道答案。你就收起你的研魔掌吧，在黄泉当铺杀人，也只有你这样的疯子才想得出。你当时讲的没错，无需我们主动出击，他们会自动找上门来。那便顺他们的意。
在天启城中相见吧。我们现在就回安河，召集3家家主，带着满门精锐杀去天启吧。谈判？谁和他们谈判？真是可笑。这是一场博弈，若直接落下所有棋子，便会陷入被动。也是啊，他们让我们去，我们就去。未免也太小看我们安河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，似乎我们应约了，又似乎没有。是。所以，我一个人去。你以孤子入局，而我会其后赶到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你回到暗河，我会将我在天启城中探得的虚实告知于你，须做一个万全之策。跨过暗河便是彼岸，这应当便是阻碍我们的最后一条河。只来了一个人。是，一人一剑，已在途中。天启城。我想要那个。哎呀，不能吃了。给我买嘛。不能买。给我买。你听话。我想吃那个。吃多了也会痛的。就要，我就要。给我买嘛。不行。坏爹爹，臭爹爹，爹爹给我买嘛。不可以。爹爹给我买。好好好，给你买，给你买。爹爹，这天启城好热闹，比我们无尽城都热闹得多。天启城乃天下4城之首，极尽世间之繁华，自然是我们那里不能比的。那我们今天都要去哪儿玩啊？东面有一处钦天剑，里面的天师可手摘星辰，问道吉凶。爹爹带你去求一把可驱邪祟的桃木剑。西面有一处学宫，里面住着天下第一。爹爹带你去拜访一下，或许以后有机会拜入门下。天下第一？爹爹，你不是剑道第一吗？凡事之天，爹爹伸手可触，但是学堂之内，才是天上之天。好爹爹，好爹爹，爹爹真好，爹爹真好。宗主，苏沐雨从碉楼小筑离开后，又去了千金台学堂，不过他没有进入学堂，眼下正在往钦天殿走去。不用再等了，找到他，让他来影宗见我。是。暗河的鬼也敢来此处造次。请走，请进，还请国师明示？
看来国师并不欢迎我啊。哟，请问贵客有什么需要？要见上访，再来一桌好酒好菜，我要招待客人。好嘞，楼上请。已经很晚了。 终于来了。这是一份邀请。哼，这是邀请我们去赴宴？你只来了1日，可整个天启城的重要人物都知道你来了。 正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来了，所以今夜任何人来寻我，他们都不会觉得奇怪。在他们眼中，你不过是想要知道我来天启城的目的，前来探寻的一员罢了。哼，你很聪明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你若现身，我们是第一个要来寻你的人。 因为天启城的暗处由我们来守护。听闻暗河苏家主剑法举世无双，我练的也算是剑，想试一试苏家主的本事。我的剑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试。 至少，你得在我的面前握住自己的剑。这便是传说中执三鬼的厉害，终于见到了。天启城影宗第1护卫团，鹰眼。站在暗河背后的是影宗。我是鹰眼首领乌鸦，奉宗主之命前来见你。我已经在外面等了许久，有很多人经过了这里，但都没有上来。看来暗河执三鬼之名，仍对他们有几分震慑。不过影宗前来寻我。 也似乎合情合理，毕竟你们护卫的是黑夜中的天启。方才你说奉宗主之命，影宗宗主义母，宗主的大名不敢直呼。洛清扬的师傅，我知道他。洛师兄之名在我们影宗已经是一个禁忌了。接下来，今夜便到这里吧。你何意啊？ 今夜我想知道的，仅仅是你们的身份。至于其他的，明日再说。影宗，看来需要欠个人情了。 这已经是13批伏击之人了，有人想拖延我们入天启的时间。是暗河，我收到传信，苏沐雨已经一人先行入了天启，他应该是趁着我们还未至，另有所图。哼，我早就说过，
不要太小瞧暗河。苏昌河和苏沐雨，我可是对战过的，那可是2个了不起的年轻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倒是希望他们2个才是我们的同伴。水官，此言何意啊？天启城的影宗已经没落了，而如今的暗河充满着希望，不是吗？愚蠢！暗河不过是被别人握在手中的剑罢了。行了，速速赶路。今后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，切莫乱说。他们不想做执散鬼和送葬师，只想做苏昌河和苏沐雨。其实我也一样，我想做的只是苏恨水，不是水官。谁传来的信啊？丽丽苏沐雨喊我去办件事。哦。不是说第2日来，我等你多日了。第2日是你们定的，我们想哪一日来，便哪一日来。3日之后，宗主请你赴宴，悄悄的来，不要被任何人发现。真是不错的年轻人，有魄力，很聪明，武功也很高。他方才一进来，就察觉到了你的存在。你没有刻意的隐藏你的气息吗？不，我在他进来之前，就用了绵息功，彻底隐藏住了自己的气息。他武功很高，年纪轻轻就超过了上一代苏家家主。想要控制住他们，影宗今日的表现，看来殿下是要失望了。一博，多拿出些本事来吧。此地便是万卷楼了。整座国丈府中，守卫最为森严。若要进此楼，必须提前引开这些高手。哲叔，你来了。我在来的路上收到了你给大家长的消息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杀琅琊王。琅琊王在过去的暗河中，就不是我会接的杀人弹，更何况
他还是萧氏皇族3代以来第一人，又岂是那么好杀的？那你想啷子办？先假装与尹宗谈条件。万卷楼是必须得去一趟的，我们要找到能将尹宗一击击溃的办法，这样才能调走尹宗的大部分势力，进入万卷楼，毁掉所有有关暗河的卷宗，让暗河成为那个生于江湖、长于江湖的组织。义部想利用我们来杀琅琊王，说明他怕了。我们正好可以反其道而行，借助琅琊王的力量来灭了尹宗。本以为九霄城那一战便会是终点，不知道度过这次之后，是否还会有下一个阻碍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，更何况你有一个喜欢纷争的好兄弟。他什么时候来？天启城中的一切，我已经派人告知于他，他做好应对之策，便会入天启。见臣子，哎呀，那我们就静等几日。比起我们，尹宗那帮家伙肯定是坐立难安。难得来趟天启城，正好带你去几个有意思的地方转转。天启城中最知名的地方，这些日子我倒是都转过了。你去过哪去？千金台、青天剑、问天石、龙起源，甚至还去了学堂。哎呀，停！这都是些什么破地方啊？这都是天启城中最有名的地方。哦呸！天启城里头最有名的地方，那当然是皇宫、教坊是